好瓜，我是 Tim。那么今天这期后台和正常会有这么一点不一样，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品类，是线下的剧场演出，更准确来说是现代马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开始我对马戏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我们公司的同事疯狂推荐，说很牛很不一样，让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我去看了，确实我被震撼到了。这是由太阳马戏团创排的驻场秀，叫做 X 奇幻之境。我在看的时候完全被这个演出给带着走，尤其是跟着座椅转动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剧院居然还有另一个空间，对面坐着另一波观众，在看着不一样的表演，最终汇聚到一起，形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就它通过幕布遮挡和光区控制，形成了这种视觉欺骗，再随着故事发展，递进式的把整个舞台呈现给你看。这种沉浸感和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他们魔术一样的剧院本身。我就开始好奇他们是怎么想到把剧院这样设计的呢？就社区联系了一下，然后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机会去走进他们的后台。这是技术总监陈红老师，他对整个剧院的结构和舞台技术非常了解。我们的剧院是原本它的那个前身呢是重工机械的一个板房，但我这是一个遗留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那如果说是我们要去改造的话，那也就是我们整个框架是不能改的。剧院的前身是长方形，而常规剧院大多会采用圆形或者更方正的结构，就难以想象这样的设计竟然是因为场地的先天限制而诞生的。他们建造了2个座位席，还有多个舞台，无中生有了这么一个舒适的观赏区，把太阳剧场修建成了一座大型机关。它的舞台长达110米，约等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长度。舞台上建造了9块大屏，有3层楼这么高，它们可以以单体还有整体的移动。那移动的整体行程可以达到10米左右。而剧场的2个座位席分别可以呈现360度的旋转。那在剧场中央还造有一个升降台，它会在观众完全想不到的时候实现10米左右的升降。座位席也可以根据升降来做对应的平移，从而形成第4个舞台。那可以说，我们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就真正进入了这个大型机关之中。要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空间完成调度，就会比固定不动的剧场要复杂那么一点点。为了完美的呈现整场秀，他们组了100多号人的技术团队，分为8个组，覆盖整栋楼的边边角角。那其实每个组都有他们的技术难点，但是我最好奇的其实还是灯光组，因为演出中的那些一真一假的大屏幕，还有灯光效果，还有和演员形成的交互，他们是怎么实现的？灯光跟投影都属于视觉的一个板块嘛，因为投影都是平面投影嘛，要有灯光来塑造投影这种3D 空间的感觉。单个投影机的分辨率是1920×1200，也就1080p，不过如此，开个大会员都能比这强。那要把所有大屏都投上画面，他们需要吊挂56台投影机。那这个时候你再猜一猜，舞台最复杂的时候，屏幕的总分辨率会达到多少？那答案是12K。而且要用14台专用的设备才能够驱动播放这么大量的素材，但这只解决了屏幕有画面的问题，更难的是画面得在移动的屏幕上始终保持同步，而且不撕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用校准相机监测舞台各处的红外点，实时计算出屏幕的位置，才能够保证投影画面足够丝滑。那这个定位原理用在演员的追光之上，以前我以为肯定是一个灯光老师在上面很直，哎呀这样来跟随演员，但我发现不是的。演员的演出服里会装上传感器，并且通过传感器和投影系统的交互来完成定位。那这整一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编程还有调试，才能够让观众看到这样震撼的画面。除了灯光，声音也是非常特殊的环节，因为这个座位席需要平移和转动，这就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声像会变。那声像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声音进到你耳朵，你对它发声位置的主观感受。你戴上耳机，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下。当这组音响播放，你人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声音在正前方；但当你移到左边，你会感觉到声源跑到了右前方。那在剧场当中，要怎么保证人在动的情况下，听觉感受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呢？其实，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有一套软件，它的英文名叫 Space Map，就相当于一个声音空间的一个概念。
它这个软件呢，就是可以实时的通过我们一个信息的一个触发，来了解到我们当前这个滚车在什么位置，然后这个信息再反馈到我们系统里，我们系统里就知道这个当前点位我们哪些音箱是该开着，哪些音箱是该关着。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声像做一个最终的确定啊。一个组就要面临这么多的技术挑战，那要完成整场演出，各部门都要互相配合，难度你就可想而知。我们去的那天正在排练一场戏，同时参与的就有锁具、自动化还有灯光组。如果是更大型的场景，他们甚至需要更多的组、更长的时间来练习和配合。在我们创排期，我们有一个那个森林场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我们中间只预留了换场大概是7分钟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当时搭建的时间需要1个半小时，这么久，所以你会想象1个半小时最后怎么在7分钟呈现呢？那就1个字：练。那即便做了这么多的设计，最终换场的速度还是会回到人身上。那就像技术总监所说的，这种事就没有捷径，只有练这一个方法。每天我们会进行260多项的日常检查，不让它在演出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因为设备故障而导致停演，从而达到这个演出完美的呈现。演出日的下午4点15分左右，歌剧演员会有15分钟的 sound check。一方面是为了给技术部门做系统的校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晚上的演唱暖嗓。我真的恨我们没带一个更好的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乌漆嘛黑的后台，歌声回荡在剧院，真的非常的美妙。再之后，演员们开始化妆、换装，道具设备人员也各就各位，后台开始繁忙有序的运转。观众们陆续到达检票，我敢保证他们会经历一个惊喜而非常难忘的夜晚，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 I think the most magical thing about a theater performance is that it only happens that one night. The show you see will never ever happen again. And you know that those performers are risking their body, risking their health, all for this audience that's there only one night. 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观众的注意力似乎更难集中了，创作者也开始追求更短和更快的内容。但是我真的挺受触动的，依然还是有人愿意花3到5年来做好一场演出，然后日复一日保持这样的水准，来迎接到来的每天的新的观众。这可能是驻场秀最难、最磨练人的一点，所以值得敬佩。如果你对这个演出感兴趣，有机会到杭州可以去现场观看。那如果你暂时来不了杭州，现在可以给我们点赞、投币、转发3连，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没有场地要求，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节目，或者对哪个工种感兴趣，可以给我们弹幕留言，我们会尝试去联系。或许下一期就是你想要了解的后台。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